最近不少朋友本人或者家里的老人得了流感或者是其他的病毒性的感染，有的呢严重到病毒性的肺炎的程度。今天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呢，他因为这2天咳嗽非常严重，到医院一看以后呢，诊断是病毒性的肺炎。现在呢，各种各样病毒性的肺炎还是蛮严重的，老年人有，年轻人也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病毒性的肺炎的一些科学的疗法、饮食的调理和我们一些新的研究的案例。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个流感季节到来以后还有一些这个新冠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等等。老年人呢还是肺炎的一个高危人群。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科学研究和真实的案例呢，带您了解一下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还有怎么样通过饮食来增强免疫力，以及如何预防肺炎的发生。有一项在2022年的研究发现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住院率高达50%，其中呢合并慢性病的患者死亡率呢高达20%。另外一个2023年的柳叶刀呼吸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呢，早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加上营养支持，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病毒性肺炎的死亡率达到30%。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如果一个老年人得了病毒性肺炎，他到底应该首先怎么做？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张先生呢，80岁，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感冒以后呢，呼吸困难，所以呢就送了医院。医生发现他这个血氧饱和度降到89%，诊断是流感病毒性肺炎。那么就给了他氧气治疗，补充水分加上高蛋白营养治疗。张先生呢，在7天后呢，成功出院恢复健康。通常病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吸氧如果血氧饱和度低于92%，另外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和营养，防止脱水促进恢复。那么高烧严重的人可以吃一点退烧药，还有更严重的病例呢，可能需要住院治疗，特别是呼吸困难生命体征不稳定的人那么这是因人而异。那既然是病毒嘛，那么抗病毒的治疗会不会有效呢？研究发现呢，如果在48小时内用抗病毒药物呢，可能会把住院的时间降到3到5天所以呢，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很讲究。我们很多人是过了这个时间才发现呢自己得了病毒性的肺炎。不同的病毒呢也有不同的治疗像流感这个药物呢叫奥司他韦那么它呢在48小时内使用呢，可以减少50%的重症住院的风险。那么如果是新冠的话，也有一些抗病毒的药，这些药呢它适合于中症和重症的患者特别是风险很高的老年人又有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当然他们的副作用呢也蛮大，大家也需要了解。另外就是呼吸道的合病毒，这个呢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抗病毒的药，主要是靠支持性的护理。有些医生呢给大家开抗生素其实抗生素呢没有什么用除非你已经发现你有合并的细菌性的感染，一般来说抗生素不起什么作用。在有一种情况下，皮质类固醇呢比较有效。2022年呢，新英格兰杂志有一个研究这个地塞米松可以减少严重肺炎患者的死亡率，但是如果使用过量，可能导致高血糖和精神错乱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虑呢？严重的肺炎患者，血氧过低低于90%需要吸氧治疗的患者可以短期内的用皮质醇激素呢，那主要是抗炎的作用。从预防来讲流感病毒的疫苗呢可以降低57%的老年人的住院率肺炎疫苗呢可能减少肺炎球菌感染的风险这些疫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人而异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但是呢统计数字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但对一个个体来讲，这要进行个体化的考量。在这个老年人患病毒性肺炎期间的这个饮食调理非常重要
首先呢，我们要增加促进免疫力的食物像柑橘类的水果、橙子柠檬葡萄柚因为维生素 C 能够提高白细胞的功能。还有就是大蒜和生姜它们都有抗炎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就要是有高蛋白的营养鸡肉、鱼、鸡蛋能够促进肺组织的修复。扁豆还有豆类的植物蛋白，它富含纤维我们一个72岁的李太太，她就是因为新冠肺炎住院医生呢建议她每天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她在恢复期每天要吃鸡汤红枣莲子粥、牛油果加坚果3周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另外一些清肺化痰的食物呢也很有帮助，比如说菠萝它含有菠萝蛋白酶，可以帮助清除肺部的粘液。蜂蜜它是天然的抗菌剂，能够缓解咳嗽第三呢就是白萝卜和温热汤可以清肺祛湿。那么哪些食物在这个病毒性肺炎期间要避免呢？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就是加工食品和油炸食品，它们增加肺部的炎症。另外呢就是高糖食物和碳酸饮料可以抑制免疫系统。总而言之，对抗中老年人病毒性肺炎的关键是早期的治疗和营养的支持等于更快的康复另外呢合理的饮食平时戴口罩、洗手，避免和这个已经感染的人交往都很重要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也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在以后的视频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饮食和营养的方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